又何就这做甚？有事啊？那天秀莲说这个话说的不好，她胡说。你胡说！是你把人家秀莲逼得没有办法才说这话的？哎呀，这几天都不理我，一句话都不跟我说。真的？真不理你了？不理我，连个气都不吭。倒是他心里有气。少来，我倒是有个主意哈。你看是这，明天公社请人来唱戏，你呢带着全家去看戏。哎，借着这个时间，你跟这秀莲认个错。秀莲是通情达理的人，只要你说话的态度好啊，人家肯定能听下的。行吧，那明天你就跟我们一起看戏去哦。石河街公社的同志们、父老乡亲们，咱们公社从县里请来的文工团马上就要开始表演了。今天呢，我们邀请的文工团在这里带来精彩的表演，也是县上对咱们公社文化生活的重视，是为了丰富咱们的文化生活。如今啊，这人民的生活好了，咱石河街公社老百姓的日子也好过了。在这里呢，我代表公社组织这次的罗马大会，就是为了要让大家知道，咱们的好日子来了。现在演出正式开始。这个刘革命代表公社讲话，咋不喊口号了？哎呀，爸，这都18年了，石河街不是以前石河街了，这世道也不是以前那个世道，没有人喊口号了，这歌还等着呢。你到你娃那去，别跟我坐。陪你搁这看一会儿，坐那不用。快去。哎呀，胡子，爸爸来了。哎呀，好不好看？嗯，亲爸爸一口。哎，真好。哎，你看你这个人啊，小心眼。我知道啊，我又给你鼓摇这个钱办了转摇，你心里不痛快了啊？我看着你心里难受吧，我心里也跟着难受。哼，我不是不给你鼓这个摇，秀莲，你等明年嘛，这个转摇办起来了，挣上钱了，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跟虎子鼓一个全双水村最好的摇。你咋不理我呢？你跟我说句话，你再不理我，我捶你。哼，你是打算把全村人都养活下，给他们雇上药，再给自己雇药。明年等你有了钱，还不知道多少人向你借钱呢，你还能有钱雇新谣？爸，我想出去玩。啊，你去玩，你去玩吧。你慢点跑啊！我跟你好好说话，你刚才想的是啥？就是个这。你要是这就不要乱说话了啊！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。把这个窑鼓下了，家就算是封了。你想的是不是这？啊？宁可住在牲口棚也不回家住，为啥？我要把这个窑再给你鼓了，你还能再回去？这个家不就算是分了吗？你想都不要再想，我告诉你啊！没错，我就是要你和你爸分家。你再跟我说句，我告诉你啊，只要我爸还在，这个家就不能分。你给我记住了啊！放开！你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！
人在这儿呢，赶紧下来。刚才你们俩跑哪儿去了？急死了啊！我刚才看见你找我和虎子，是真着急。我能不着急吗？你俩要是盯着，让我咋了？明天我就带着虎子回山西。啥？你往后就真找不着我了。爸！呀，你这是干什啊，爸？你不要动！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再把这山刨塌房了，多危险啊！跑塌了，就把我埋在这儿。爸，你不要刨了，你这刨到什么时候啊呀？你不要刨了！我学愚公移山，一步步摇，恶骨，我还不光不摇，还把家分了。要不分家，哎呀，你不要刨了，你这不是逼我吗？要不分这个家，我就在这当愚公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这家不能分。少安，我和你爷爷这几辈子人，从来都没有站到过双岁数人面前。现在你弄了这个新砖窑，我总算是站到人面前了，我知足了。爸，别弄啊！小安啊，我这辈子就没有想图个享福，我就想出口顺气。现在你弄了个新砖窑，啊，我这心里气就顺了。就算把我埋在这黄土里，我心也平了。现在光景过好了，我不想再拖累你们，我就想痛痛快快让你过几天年轻人的日子，要不我心里过意不去。自打秀莲跟了你，受了多少的苦，就住在那牛棚里，都没有个像样的自己的家。秀莲是个好娃娃，是咱家拖累了人家。我要是秀莲，我早都带着虎子回山西老家了。爸，少安，哎，就算是我求你了啊！趁着现在手里有钱，赶紧把家分了，把新窑估下，过几天好日子能行？家分了，你不用为我操心，也没剩下几口人吧？我这身子骨还硬了，能把光景过好。就算我把光景过烂薄了，你还能看着不管呀？啊！爸，你咋那么说嘛？不管分不分家，你都是我们的爸，你的事我们能不管吗？哎，少安，分家。啊！哎，碎娃。少安，少安，是不是看下黄历？少安，就今天分，哪天过上的好光景记不住，就把哪天分好的家记住吧。玉婷，都清点好了？好了，那你就把这个分家的字据给念一念，再把这些家当帮着分一分，这个家就算分完了啊。哥，真要分家呢？不能行，你咋还西风来？分家要到大队部正式。去什么大队部了？我是大队支书，聚山是副支书，
我俩走到哪他就是大队部。还有我呢。我把你也算上，能分。是这。分家字据，立字据人孙玉厚现有两子，孙少安、孙少平。长子孙少安现已成婚，近年来由于家事繁杂，不宜和老人同住，所以与儿子少安及儿媳秀莲商议分家单过。现将具体事宜列下：一、小儿子孙少平尚未成家，暂时跟老人一家，一切费用由孙玉厚承担。二、分家后，孙少安若孤新窑洞，此窑洞与老人无关，少安自行居住，老人还住在老窑洞，不跟少安在新窑洞居住。老窑洞属孙玉厚和孙玉厚母亲所有。待孙玉厚及老母亲去世后，老窑洞归小儿子少平所有。三、家中旱烟地归孙玉厚所有，烧砖窑归少安所有，两头猪归少安所有，五只鸡归孙玉厚所有。四、老人生活一切费用可自行料理，不需要少安一家承担。立字据人孙玉厚、孙少安、贺秀莲，证明人孙玉婷，保证人大队直属田福堂，大队副直属金俊山。这是家里50斤面，我把它分成2个袋子，一袋子25斤，这袋子我留下，那袋子拎走。这个老盆哈，这是我爸留下的，我留下。家里还有这5个花碗，我留下3个，这2个给你。家里就是这些东西了，值钱不值钱的都在这儿了，自说不自说，你们看一下。按规矩，分家双方要在字据上按手印儿。哥，孙少安陷到深深的矛盾中去了。不管从理智还是从感情方面讲，他实在无法接受分家的事实。他从一开始担负的就是全家人的责任，现在让他放弃这种责任是不可能的。这不仅是一个生活哲学的问题，更主要的是，他和一家老小的骨肉感情无法割舍。你这是咋了？我要是这个手印按上了，这个家就彻底没了。不是你要分的家。我不分了，我不分了。爸，咱不分这个家了。我舍不得这个家，也舍不得你们。这个家是你跟少安的命，我不该让少安和你分家。
咱不分了，我和少安都商量好了，不分家了。他们这个家也许和任何一个家庭不同，他们真正是风雨同舟，从最困苦的岁月里一起熬过来的。匡复大游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为了表彰茂监府的成绩，各个县委、各部门的领导要给自家的茂监户牵马。咱们这些受宠的泥腿把子们，别不好意思啊，一个个都把头给我抬得高高的走。出发！他已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，同时少安内心升腾起一种新的雄心壮志。他感到由于过去太穷，生活一旦有所改善，就有点心满意足了。现在看来，他应该放开手脚，发展自己的事业。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茂监户。他暗暗下决心，明年他要理直气壮地来参加这样的会议。这天匡复大会上，我看着你的金马游街，所有人都看着，所有人都给你鼓掌，我当时高兴得快哭出来了。真是呀，我当时嘛，都忘了我是个假冒监护，就是觉得幸福，真高兴。哎呀，那是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以来，第一次感到做人的尊贵。真的。你要知道，所以我不管你了，以后你尽管放手大干。我明天就去一趟黄原，我已经在河南订了一批制砖机了，再找一个师傅，跟这个胡有恒好好谈一下，让他买我的砖。放心，兄弟，等这个砖要扩大了，赚下钱了，我一定在双水村给你雇一个最气派的大窑洞，让咱们全家人美美的住进去。你还等着？我等着，我等着祝大新娘。来，给阿姨抱抱，阿姨抱抱，给你这个。小霞，你快当记者了。哎呦，我说你能不能听重点啊？我们来不是告诉你小霞当记者啊，是来让你参加同学聚会的。同学聚会啊？啊，我一定参加呀。你们先等等我，我换身衣服。哎，来，儿子，来。哎呀，等等我啊。日成，啊，你在哪儿碰见他？我之前经过这里，看见他一个人啊，蹬着三轮车在这叫卖，那嗓子啊，整个3条街你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少平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润生，我不跟男的抱啊。哎呀，小霞，还是你们学师范的好啊，4年就毕业了。你像我们学医的，怎么也得5到7年。不过还是恭喜你，恭喜你即将成我省城的大记者。记者可是无冕之王，是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最好的职业啊！来，抱一个。哎，别抱我们田家人啊！来，别，哎，别，你就别跟我抱了。你
都是结了婚的人了，别让你娃他爹再打我一顿。来，赶紧坐，赶紧坐，来，坐。少平啊，哎，知道你们今天要来啊，昨天晚上基本上没怎么睡啊。这是我跟我保姆一起做的几个菜，怎么样？行，贵族。哎呀，还有我爹的这个私藏的好酒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们绝对不会客气的。来，道上。今天我要再行使一下我这个班长的权利啊！大家都站起来，祝贺我们在黄原相聚，来干杯！可惜就是人没到齐。你说，要是好，我知道，好多人是吧？我们班是有好多人，下次聚齐了，我们不是还得喝吗？对，今天主要是为了你，祝贺你即将成为大记者。干杯！我也喜欢，在一起吧。来，干杯！啊，来。哎，少平，我们大家都祝贺过田晓霞，就你没祝贺了啊？来，祝贺你。谢谢。哎，少平，行了，差不多就行了，你们先吃菜吧。少平喝酒大气。哎，少平，心情不好可不能多喝酒啊，喝多了容易醉啊。是。其实今天见到你们啊，我真是又亲切又兴奋，还有一些百感交集。想想几年前，我们还是少年，如今的我们已经是成年人，都有了一些各自的生活经历。还记得我们经常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闹别扭。不过现在想想啊，那些别扭都值得珍惜。来，少平，我敬你。来，你当年说这个世界容不下你，你去扒火车，现在你怎么样？我现如今在桥头揽工，还是小霞的帮助啊，才找着活干的。孙少平，这揽工可不应该是你的世界呀。他是快乐的，他走出来了。哎，还记得你跟我说那句话吗？靠自己生活，灵魂都是安宁的。记着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，咱们大家都不如他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世界。来，我提议咱们为了少平干一杯。来，敬少平一杯。来，少平，谢谢。咱们唱个歌吧。唱歌？以前可都是文艺宣传队的啊，都是人才。就这样了，我唱第一句，然后我把这杯子碰给谁，谁就接第二句。行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有位好姑。生活就是这样不可思议。就他而言，往日那些令人断肠的情思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早已不留任何痕迹地消失了。青春年华如同晨曦与晚霞，绚丽多彩而又变幻莫测。就说他和田晓霞吧，目前的关系也许仍然是一种云雾难辨的境况。我喝酒。他那活泼动人的眼睛，就像晚上明媚的月亮。我要说两句。咱们学生时代的生活，永远会鲜活地保持在我们一生的记忆当中。即便是将来我们到了垂暮之年，也会经常把记忆的白帆驶向那片金黄的岁月。来，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没有改变。田书记，路上这么堵，要不要我叫原西县委的人来接我们一下？不用。好。对了，书记，上次您在原西开完谷子坊会议后，你看，
现在各个县都动起来了，看来凤展坊确实是个好办法。袁熙是您亲自来开的会，您觉得还有必要来看吗？我主要是不放心这个张有志。进去甭想走。你小心公安局抓你！你大人你啊！欠钱就要还钱，公安局怎么了？也白不讲理，谁欠你钱了？就不行。书记，好像是一帮人在围攻一个人。快马上来！欠钱就还账了，哥哥，欠钱就还账了，还钱，真欠着了，讲理，再不讲理了，欠钱还账，欠钱还账。吴军哥，咋回事情？他欠我们的贡献，我不欠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是咱们地区的田大书记，我们双水村的人，我们是乡亲。乡亲咋了？乡亲也还钱。哦。你到底欠下多少钱？我不欠，夫君。我是给咱们县上副食品公司承包小窑洞，他们都是这公社上的匠人，嫌我给他们开的钱少了，说的不加钱就要催我，就催你咋了？哎，松手啊！先不要嚷嚷。你给我做主。我给你做啥主意？啊？你到底欠他多少钱？我没有钱。等一下啊！过来。玉婷，你到底欠他多少钱？啊？我看你的眼睛，我就知道你欠人家钱呢。欠人家钱赶紧给人家补上。你跟你哥于厚大一点都不一样啊！你哥我人活得多硬气的，要是宁肯自己亏了，绝不能亏别人。我这回确实是赔了，连饭钱都没有挣回来。我不管你亏多少，你欠人家的钱必须给人家还上。哎，这个事情啊，我给你们解决啊。他欠你们多少钱，我一定让他们如数给你们补上。但是现在你们先散了，不要在这围着。不行，今天还钱。好，还不了钱不想走。还想吃人啊你啊！你行了，你就问我什么时候亏过人？哎，你闭嘴。好，你先散了，这个事情我一定给你们解决，好不好？散了。哎，没什么好看的呀。你欠人家钱，你嘴还拧呢。走。玉婷啊，你啥时候开的窍出来干保工啊？哎，不保工咋办嘛？咱们村里的大集体都烂保了。咋叫烂了保啊？党的农村新政策刚刚开始实行，你是党员，而且是村支委，你有责任和义务贯彻执行党的政策。你现在这个思想可不对啊！正因为我是党员，我还为集体着想。现在都是个人顾个人，谁还为集体着想嘛？简直是一团糟。咱村的金富你还记得吗？出去当小偷，这要是大集体的话，金富哪能出得去嘛？出了一点问题，不能否定全局嘛，啊？哎，对了，我问一下，少安现在咋样？咋样？发财了！光自留地的旱盐和包心菜就能收入1000多块。是吗？至于粮食都没处搁了，还有砖油。我看现在这政策是对私人有利，前几年是我帮他的，现在轮上他掌矿了。你自己的亲侄子做得好一点，你都不能忍受，你这个人嫉妒心太强了嘛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我粮没粮，钱没钱，就出来包工，赔了，匠人们打发不走啊，追着个要钱。你刚才也看见了，硬是这政策把我给害了。前多年和孙玉婷是什么光景？我这个说人的人啊，现如今活成个人下人了。咱好歹也当了几年执委吧，你说可现在呢？现在你最主要是不要忘了你欠别人的钱，啊？我不敢忘。哎，对了，夫君，你回不回村？这次没有时间。现在整个地区啊都在搞风产坊，原西主要是搞谷子坊。刚才我到其他几个县转了一下，我要回原西看一看他们搞的咋样。搞风产坊，那是不是要发挥村集体的领导作用？当然，村集体必须带头执行嘛。太好了，感谢党。福堂哥要听到这个消息呀，可得高兴得很。我得回去，
村集体搞这个分散房的话呀，他少不了我这个职位给他帮忙的。你们不要胡来，分散房是在生产责任制的条件下搞的，啊？要我说呀，就守规矩的大生产。不行，定好的政策不能说改就改。要是不能改的话，福堂哥的日子也过得不畅快。你回去跟我哥说，啊，让他好好劳动，将来他干不动的时候，我会帮他。等他干不动了，你也就退下了，你咋帮他呢？你是个好领导，不搞一人当道、鸡犬升天的事。福清哥，你能不能把咱们农村的情况向省委、向中央反映一下？好，我反映反映。但是啊，你千万不要忘了，你欠别人的钱一定要还啊！别人都盯着你。我一定还，你放心吧。你慢走啊。有志啊，分散房的事情搞得咋样？进展顺利，各个公社计划都弄好了，县里的资金都已经下发。好，明天呀，我再实地去考察一下。哎，坐。有一个事情，我想跟你商讨一下。据县委组织部推荐和省党校的介绍，周文龙这个小伙子不错，表现也很好。我想让他当你的副手。他现在是副县长，还行。再给他加点担子，副书记兼县长。什么？你把一个造反派弄来给我当县长，还副书记？有志啊，你先坐下，不要那么激动啊。文龙在文革中的确是造过反，前几年在调查公社还搞过一些左的东西，但是他是个青年。这几年啊，小伙子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，在我看来还是真诚的。对待青年人，我们不能总是揪着他们过去的事情不放。只要改正了错误，该用的我们还是要用。周文龙是西北农业大学毕业的，又在中央党校上了2年中青班，等于争取了2个大学的文凭，而且在公社任一把手，县上任副主任，年轻有为，又能干，说不定在将来的工作中还能开创一个新局面。至于过去错误的事情，只要他认知了，我们就应该给他一个机会，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。这样，认识了错误，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情。俗话说支持者勇。支持不支持，只会是个勇。福军啊，就不能改变了？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，高专员和地委组织部也是这个意见，而且周文龙还表示，要在哪儿跌倒，在哪儿爬起来。别再闹个鸡飞狗跳墙了。你为什么总是要这样看待问题呢？啊？人是会变的。不见得。我就没变。你为什么不变呢？你是地委书记，你说了算，你决定的事儿，用不着和我商量。田书记，张书记看着有点不高兴了。我对自己太不满意了，不满意到可以忘记对张有志的不满意。
连对自己的朋友批评的勇气我都鼓不起来呀，包括对我哥。我这样的人，怎么能够领导好这么大的一个地区呢？经过几番折腾，少安的新窑终于估好了。之后，他就带着创业的激情和申请下来的贷款，从外地购置了一台制砖机回来。少安把全部的心血和希望都寄予在这庞然大物上，就连双水村的村民也把这个大家伙看成他们共同的财神爷。你说天天这么一个铁家伙，你都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了，家里新窑都估下了，你也不想着搬个家？这800块钱买回来的宝贝啊，不敢瞎用，得好好研究啊。你天天盯着看就研究出来了？就算是研究不出什么名堂，我也要好好的稀罕稀罕他啊！你说你稀罕他干什么呀？你稀罕空着的新窑呗？你咋了？咋了？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嘛，天天催着我把家搬到新窑，好分家，对不对？你不想搬，那不用天天躲着这儿跟机器过吧？这是孙少安老板的砖窑。呀，你来了！哎呀，太难找了啊！我找老半天才找到你。你看这烧砖机到了好几天了，你这个老师没有到，我不敢乱动。哎，没嘛了，一定给你弄好了。你来了也放心了哈。哎，我婆爷秀莲。哎，你好。这是我说的，从河南请来的烧砖师傅。哎，到家里坐一会儿吧。哎，走。来，进来歇一下啊！来，哎呀，你把这个包放下，歇一下吧哈。好。哎，秀莲，赶紧倒个水喝给老师傅。啊，哎呀，我看这有个事儿想跟恁商量一下。啊，你说。是这，你看我那工钱。哎呀，你放心，老师傅，我们已经估下新窑了，还没有搬，这是个老窑。哦。你别看我这个窑铺，你那个工钱不会给你耽误的。啊，你放心啊。哎，是这啊，你看你能不能先给我预付上1个月的工钱？你是让我预支你1个月的工资？哎，是的。为啥？家里有点急事，等着用钱呢。是这，老师傅，那我就不预支你1个月的工资了，我预支你3个月的工资。家里不是有急事吗？我不能亏待你啊，中不？中，老中。你放心啊，一会儿咱吃完捞面就去我那个砖窑看一下去，好吧？行。秀莲，你拿个碗给老师傅喝水吧，你干什呢？我这个婆爷有意思吧？来。老师傅喝水啊，喝水。哎，少安，你跟我出去啊。干啥？没柴了，劈柴去。我给他帮忙去。哎呀，不用，你也歇着，老师，你喝点水啊。一会儿吃完捞面，咱们一起过去啊。好。不用你。你干什么？我要跟河南师傅说话呢。这就是你从外边请来的烧砖师傅啊？他啥事没干，先要工钱。人家要1个月，你给人3个月，你心也太大了吧？你就不怕他坑我吗？你能不能小点声？人家在屋里听你说话，这样好吗？我雇他的时候都问过了，人家把这个烧砖技术说的头头是道，有学问着呢。再说对我们来说，宝贝就是这个烧砖机，出砖是靠这个。你想的甚啊？摸摸我手。我摸你手干什么？摸一下。你手咋出这么多汗？我心慌啊！哎呀，你说了，这不是几块钱，这是18000块钱，你想清楚了？你这个女人见识是太短了。你等着吧。什么时候我把这个砖厂开起来，赚上钱来，
你就不说这个小气话，赶紧弄饭去吧。啊。你看，这马灯平时挂得好好的，从来都没掉下来过，它今天就掉下来了，这可咋办呢？什么咋办？挂上去。手心热。